人是什么？源头已经拥有了一切，为何还需要分形？人类的眼睛能看见眼睛外的东西，却无法看到眼睛受体内部的颜色。人类的耳朵能听到耳朵外的声音，却无法听到耳朵受体内部的声音。人类的鼻子能嗅到鼻子外的味道，却无法嗅到鼻子受体内部的气味。人类的舌头能尝到舌头外的味道，却无法尝到舌头受体内部的味道。人类的皮肤能感受到皮肤外的温度和震动，却无法感受到皮肤受体内部的温度和震动。人类的意识能感受的意识外的思考、情绪、情感，却无法意识到意识受体内部的思考、情绪、情感。不仅人类如此，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的眼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感官只能向外感知，却无法向内感知。地球上的其他动物还有其他的感官，比如鸟类有能够感知到地球磁场的感官，所以它们能够准确的迁徙；还有鲑鱼也有能感知地球磁场的感官，所以能够洄游，精确找到回家的路。然而这些鸟和鱼的感官也只能向外感知感官外的磁场，无法向内感知感官内的磁场。再扩大说，不仅是人类，连任何一个你能说出名字的外星人，比如大角星人、天狼星人、昴宿星人、仙女星人、金星人、火星人、蜥蜴人、海奥华人等等，也是如此，就是感官无法觉察到感官自身。再更扩大说，所有的高维生命，俗称高灵，比如第12维度的创世者，他们虽然有更多元多样的感官，但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感官无法觉察到感官自身。源头内每一种形态的生命，感官或许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感官能向感官外去感知世界，但感官唯独觉察不到感官自身。那么为什么所有形态的所有生命的所有感官都无法觉察到感官自身？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人类。你身为源头分形的证据在觉知那一集有提到过了，这里再简单提一下，为什么感官无法觉察到感官自身？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感官的问题，因为感官只是工具，只是觉察用以觉察世界的媒介。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在觉察。之前上面的视频人类，你身为源头分形的证据在觉知那一集有给过了解答，那就是因为源头有个不完善的地方，就是觉察无法觉察到觉察的内部。而从源头分裂出来的每一个分形化身也都继承了源头这个不完善的地方，就是觉察不到觉察主体的内部。而人类是源头在地球的分形化身，也继承了源头这个不完善的地方，就是觉察不到觉察主体的内部。因为觉察无法觉察到觉察自身，使得觉察在透过感官向外感知的时候，也无法觉察到觉察所在的感官位置，导致感官无法觉察到感官自身的现象。觉察无法觉察到觉察自身的这个不完善的地方，才使得源头内的所有形态的所有生命的所有感官都具有感官无法觉察到感官自身的问题。什么人玩什么鸟，有什么样的人就会设计出什么样的工具。这个觉察不到觉察主体的内部的问题，不仅发生在源头内的一切生命上，还发生在源头内的一切生命所设计出来的一切觉察工具上。以人类的觉察工具为例，比如一，日常生活随处可见的监视器能向外监视，唯独无法监视到监视器的内部结构。二，人类迄今为止功能最强大的太空望远镜韦伯太空望远镜能向外看见130亿年前的星光，唯独无法看见望远镜自己的内部结构。三，人类即将完工的功能最强大的地面望远镜欧洲极大望远镜 ELT 即使完工了，也只能向外感知，唯独无法看见自己的内部结构。四，还有每天会接触到的厕所镜子、
化妆镜、车子的后照镜、马路旁的凸面镜也仅能照出外面的景象，而无法照出镜子的内部结构。那么有人会说，那玻璃呢？眼镜、放大镜呢？它们只是让光穿过去，依然无法觉察自身的内部结构。比如放大镜只能折射外部的光来达到放大的效果，但无法放大它自己的内部结构。那有人会说，要觉察内部结构还不简单。以太空望远镜为例，我在太空望远镜的内部放一个监视器，不就能看见望远镜的内部结构了吗？是的，这是人会做的，用另一个东西去觉察原本东西的内部结构。但我上述是说，人类的觉察工具觉察不到觉察工具自身，所以即使在太空望远镜的内部放一个监视器，也还是没改变这一事实，那就是望远镜觉察不到望远镜自身的内部结构。因此，虽然你能在太空望远镜的内部放一个监视器，但那个监视器的内部呢？你只是把原本望远镜觉察不到望远镜自身的问题转移到了监视器上。由于觉察只能向外，无法觉察自身的内部，所以要看见感官，就只能用另一个感官或是工具。就像上述，在太空望远镜的内部放一个监视器来觉察太空望远镜的内部结构。再比如，人的眼睛虽然看不见自己的眼睛颜色和形状，但我们可以利用镜子，透过镜子的反射看见我们的眼睛，或是请别人帮我们看我们的眼睛。人的耳朵虽然听不到耳朵受体内部发出的声音，但可以用外部的仪器去帮助我们听见。人的鼻子内部受体的气味，舌头内部受体的味道，皮肤内部受体的触感，也能用另一个人或是仪器帮助我们感知。人发明的工具也是如此，镜子只能向外感知，无法感知自己的镜面后面的结构，但可以用另一个镜子去感知。然而，用另一个人或是仪器，也只能帮助我们看见这个东西的外部结构。那么，如果我们想看见这个东西的内部结构呢？有人会说，我们就把镜子串成一个圆，或是把监视器串成一个圆，这样就可以看见每个镜子、每个监视器的内部结构。然而，那个每个镜子和每个监视器的内部结构，最后是由谁来看见？还是用人的眼睛，所以最后的问题都会转移到人的身上。那么人要怎么看见眼睛的内部结构呢？如果想看见眼睛的外部结构，能用另一个眼睛或是仪器帮助我们看见。但是想看见内部的结构，就只能解剖这个眼睛来让我们看见。但如果不透过解剖，或是无法解剖，我们要怎么看见这个眼睛的内部结构呢？只能在眼睛的内部放入仪器，比如未来可能会出现的纳米机器人，投放到人的血液中，顺着人的血液到眼睛的内部来帮助我们看见眼睛的内部结构。所以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要觉察到觉察的内部结构，就只能从觉察的内部去感知。那既然要放在觉察的内部，那它一定要做的比原本的觉察还要小。这就是源头在做的事。我们曾在如何实证觉知是存在的那个视频提到这个图，源头由于已然是一切，源头外面没有其他东西了，所以源头虽然有源头觉，向外却觉察不到东西，只能向内觉察了。但我们说过，觉察都有一个特性，就是只能向外感知，无法觉察到觉察自身。因此，不论是源头觉、个体觉、载具觉、觉知，都无法觉察到觉察自身。因此，源头觉也同样的，只能向外觉察，而无法觉察到它的内部。然而我们刚刚又说了，源头包含一切，源头外面没有其他东西了，所以虽然源头能向外感知，却感知不到任何东西。于是，源头处在一个两难的状态，就是只能向外感知，但感知不到任何东西。但是想向内感知，却又无法，因为觉察无法觉察到觉察内部的特性，所以
即使是源头觉，也无法觉察到源头觉的内部。那么，源头怎么解决这个两难之局呢？刚刚说到，要觉察到眼睛的内部结构有两种方法，一是解剖眼睛，二是放入更小的觉察工具，比如人把纳米机器人投放到眼睛的内部。而源头身为纯粹的意识，没有物质形象，无法解剖，并且它既然是一切，它就没有它外的解剖刀，也没有它外的纳米机器人来提供它放入自己的内部。那它怎么感知自己的内部结构呢？只能借由分形，把自己化身成更小的单位，自己把自己置入自己的内部，就像是我们要觉察到眼睛的内部，把纳米机器人放到眼睛内部一样。眼睛把纳米机器人放入眼睛内部，来觉察眼睛的内部。源头也在做一样的事，源头将自己分形出更小的意识单位人类，放入源头内来觉察源头的内部。那有人会问，源头是否也透过其他分形，比如动物、植物、细菌，甚至更小的原子分子的意识来观察源头自己的内部？是的，源头透过所有的分形来观察源头自己的内部，但是源头的有意识，也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化身的最小单位就是人类。也就是说，当源头化身成比人这种级别更小的意识时，比如动物、植物、岩石、细菌、分子原子的意识时，就无法维持住独立思考的能力。虽然它们依然是源头的化身，但源头无法从它们再做出超越所处载具生存本能的独立思考了。人具有独立思考的可能性，满足了人的生存需求后，人能够透过学习和教育发展出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满足了动物植物的生存需求，动物植物也无法透过学习和教育发展出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是人和动物植物最大的差别所在。所以人类这种级别的意识，是源头化身成分形时能够独立思考的最小单位。也正是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人这种分形有别于动物植物、细菌、岩石和原子电子，有可能回溯自己的来源，透过认识自己而忆起自己是源头分形的可能性。源头内所有的分形都能让源头能透过它们认识源头自己的内部结构，但唯有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可能忆起自己是源头分形的可能性。因此，人是什么？人是在源头内部能够忆起自己是源头分形的最小意识单位。结论一：觉察的特性就是只能向外感知，无法向内感知自身的内部结构。源头具有源头觉，也只能向外感知，无法向内感知源头觉的内部结构。但由于源头包含一切，源头外没有东西，所以源头虽然能向外感知，却感知不到任何东西，而只能向内感知。二，可是源头又碍于觉察无法向内感知自身的内部结构的这个特性，使得源头无法向内感知到自己内部的一切。所以源头只能向自己的内部投放更小的觉察单位，来感知到自己的内部结构。但由于源头已经包含一切，所以没有自己以外的东西来提供给源头放入源头的内部。于是源头只能自己化身成更小的单位，进入自己的内部结构，来感知到自己内部的一切。三，所有的分形都能让源头从中感知到源头的内部结构，所以对源头都有意义和价值。分形愈小，源头越能从中感知到源头越多越大的内部结构。然而分形小到人以下的程度，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丧失。一旦独立思考能力丧失，就无法忆起自己是源头的分形，而就只能一直以分形的状态在源头内流转。人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最小的分形单位，比人更小就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比人更大就无法像人能感知到源头那么多的内部结构。
四，所以人是什么？人是源头，能够透过认识自己而忆起自己是源头分形的最小意识单位。